霍华德的表态让珍妮·霍格维茨激动得不停流泪，不停鞠躬感谢。谢谢您，尊敬的族长阁下，谢谢您。对珍妮来说，她自己早就已经无计可施了，但是却没有什么好办法。原本她也不敢求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忙，毕竟她心里清楚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实看不起他们这些远亲。但是今天这不是巧了吗？霍华德忽然向庞系家族抛出橄榄枝，这一下子就让珍妮意识到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其他庞系家族看到霍华德对庞系家族这么有责任感，心里自然也是非常感激和兴奋。霍华德这个时候站起身来，微笑道：以后再有类似这样的事情，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到宗亲联络办公室，我会安排我最信任的手下在那里常驻，专心处理你们遇到的难题。霍华德说出手下这2个字的时候，一众儿子都意识到一件事，老爷子这是在提防他们。一般来说，真要做宗亲联络的话，那必然是选自家人最合适，也最能让这些庞系家族感觉到被重视。而老爷子却撇开了这么多儿子、孙子，选择让手下去担任这个角色，那也就意味着，他虽然想跟庞系家族增进联系，但是又想在儿孙与庞系家族之间做切割。如此一来，他拉近庞系家族的真实目的也就呼之欲出，就是为了防着这些儿孙们。这一刻，大儿子史蒂夫心里更是郁闷，他心里暗骂，老爷子这是生怕我将来联合外戚造反，现在是直接对我进行内外夹击了，内部突破不了，外部借不到力，这样我就能一直被他按在继承人的位子上动弹不得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哀叹，幸亏叶晨只给老爷子续了几年的命，老爷子就算折腾，也折腾不了几年，等他身体不行了，就算不想让位也要让。紧接着，史蒂夫心里忽然慌乱无比，感叹，将来万一像海伦娜说的那样，叶晨能让老爷子比我活得还长就完蛋了。要是叶晨一直给老爷子续命，我肯定活不过开挂的老爷子啊。这一刻，史蒂夫已然惊恐至极，他知道以老爷子现在的这种状态，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活得更久，并且一定会死死把控家主之位，绝不会轻易让自己继位。所以自己的将来完全在叶晨的一念之间。想到这里，他恨不得明天就去找叶晨摆摆码头，好好忏悔一下，顺便再表表忠心。而此时霍华德的态度让在场的庞系家族感动至极，给了他们切切实实的真诚感。对霍华德来说，他想要拉拢这些庞系家族，正打算找个典型树立一下，没想到刚巧这个珍妮·霍格维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哭着提出诉求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体现自己这个族长魄力、实力以及公信力的最好机会。而且这件事听起来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无非就是霍格维茨这父子2人在华夏失踪而已。失踪吗？无非就3种结果，要么就是人死了，要么就是人活着可自己藏起来了，再要么就是人活着但被别人藏起来了。如果是第一种，那就最简单不过，直接把尸体找到，给这妇人一个交代就好。如果是第2种和第3种，那就把这爷俩找出来，不管他们是自愿藏还是被动藏，总之把他们带回美国来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于是他便看向会议桌两侧的罗斯柴尔德直系成员，问道：你们有谁愿意自告奋勇去一趟华夏，帮珍妮把她的丈夫和儿子带回来？一众儿孙们面面相觑。这种时候，谁愿意离开纽约？万一这段时间纽约发生点什么变动，自己身在华夏，那岂不是完全失去了竞争机会？霍华德见一众人都没人接茬，心里不禁有些恼怒。这些儿孙平时看起来人5人6，对自己也都言听计从，可真要让他们自告奋勇的时候，妈的一个比一个狗。这要是没人搭茬，自己面子往哪放？就在霍华德感觉骑虎难下的时候，大儿子史蒂夫忽然站起身来，开口道：父亲，我去吧，事关2位宗亲的人身安全，我们必须要足够重视。您年纪大了，自然不能让您亲自去一趟，那就请允许我这个长子带您去华夏吧。
卧槽！霍华德心里狂喜，对史蒂夫的表现更是怒赞，心中感叹：什么叫格局？这他妈才叫格局！你们这帮不是长子的家伙，一个个都不愿意离开纽约，可老子的长子却主动请缨。看来史蒂夫确实是我的好大儿，孝顺的好大儿。想到这里，他一口浊气全部呼了出去，激动地一拍桌子，站起身来，高声道：好，很好，史蒂夫，你不愧是我霍华德·罗斯柴尔德的长子，格局远非他人可比。既然你有这份心，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史蒂夫决定亲自去华夏，并非真的想去找霍格维茨父子俩，他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去华夏找叶晨摆摆码头。但是在霍华德看来，儿子主动请缨，那就是一心一意要替自己分忧解难。其实霍华德与儿子史蒂夫是存在信息差的，霍华德并不知道丹药的真正主人，他只知道这丹药是北欧女皇所有，并不知道背后的隐情。但史蒂夫心里一清二楚，北欧女皇不过就是叶晨的白手套，自己老爹将来能不能得到丹药，完完全全取决于叶晨一个人。所以他得赶紧趁这次去华夏的机会，去找叶晨说说好话。霍华德先是以为北欧女皇送来丹药是儿子史蒂夫的孝心使然，所以现在史蒂夫主动请缨，自然令他极为满意。于是他顺势看着所有人，高声道：另外，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，从今日起，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将正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下一任继承人。未来在我退休之后，他将成为带领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前行的那个人。这话一出，现场的旁系成员纷纷鼓掌，但史蒂夫的弟弟侄子们则一个个面无表情。他们很清楚，老爷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宣布这个决定，那基本上不再有更改的可能了。那也意味着，等老爷子去世，史蒂夫担任族长之后，他们也会慢慢的成为旁系家族，将来他们的后代就要和自己身后那些旁系家族一样，坐在旁听位上，对着主家的一些蝇头小惠感恩戴德。有意思的是，史蒂夫本人此时也看不出有多高兴，这也不怪，因为他是现场除了霍华德之外唯一一个知道自己有可能接不了班的。于是他便更加迫切地想要到华夏去见一见叶晨。会议结束后，这些旁系家族成员一个个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罗斯柴尔德庄园。霍华德则将史蒂夫单独叫到了自己的书房，叮嘱他道：史蒂夫，这次你去华夏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把霍格维茨家的那对父子带回来，那些旁系家族都在等着你成功的消息。史蒂夫恭敬地说道：父亲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霍华德轻轻点了点头，继续道：这些外戚，我平时是瞧不上眼的，但他们是将来你上位之后巩固自己族长地位所不可或缺的力量，所以我这次成立宗亲联络办公室，就是要让他们从现在开始团结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周围。有了这个宗亲联络办公室给他们的恩泽，他们将来就会尽全力维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正统。维护家族的正统，就是维护他们的利益。你父亲我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一代的正统，而你作为我的长子，作为我已经确认公开的第一继承人，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下一代的正统。所以我今日所作所为，都是在为你铺路，你明白吗？史蒂夫心中嗤之以鼻，为我铺路？我的路都快让你断干净了，你还为我铺路？你为我拆路还差不多。若是放在认识叶晨之前，霍华德这番话，史蒂夫至少会信70%。但是鉴于自己早已经知道的内幕，史蒂夫对他这番话的信任程度就是完完全全的0。相比之下，他比霍华德知道的更多，所以他可以断定，父亲今日一切所为，均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族长地位。之所以说的如此冠冕堂皇，无非就是想忽悠自己，继续给自己画饼，让自己当一个愚蠢的太子。最简单的一点，如果老爷子真要为自己铺路，那这个宗亲联络办公室的负责人自然应该让自己来当。可是他偏偏避开了所有家族直系成员，指定他最信任的职业经理人去管理这个办公室。
这不就是生怕宗亲联络办公室在旁系家族那边做出来的人情，被错误的记到自己或者其他弟弟们的名下吗？老爷子自己牵头成立的办公室，老爷子指定自己的心腹全权管理。如果将来那些旁系家族通过这个办公室得到了利益，心里感激的自然也是老爷子。试想一下，在一个人不确定老板儿子接班后会不会裁员换血，会不会降薪赶人的时候，他的老板忽然要给他涨薪50%，还放出话来要帮他解决老婆的工作、孩子的保险、家里的房贷、父母的医疗，他会盼着老板儿子接班吗？不会，他只会每天求菩萨或者上帝保佑，让自己这个冤种老板多活几年，因为万一他儿子哪天上来，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就到头了。不过史蒂夫虽然对一切心知肚明，但也还是毕恭毕敬地向着霍华德躬身道：感谢父亲栽培，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。